天气越来越热，然后各位可以注意到我穿的是浅颜色的衣服，为什么？因为浅色的衣服比较不会出现头皮屑的困扰，你知道？那谈到头皮屑，一想到头皮屑，皮肤科医师第一个想到当然是脂漏性皮肤炎。错，不是哈。事实上，头皮屑应该严格来说应该分两种，头皮屑就是头皮细胞的尸体，这是确定的，头皮细胞的尸体，细胞死亡的原因基本上就要不然就是它自然死亡，要不然就是它被凌虐而死嘛。那脂漏性皮肤炎包括皮下胞菌的铀酸刺激，它的死亡算是被凌虐死亡，你就把它想成战争死亡这样，所以一大堆这样。所以脂漏性皮肤炎的头皮屑基本上是比较大片的。我们常在讲雪花分堆，基本上讲的是这种。那因为它是发炎，所以它的除了雪片以外，它下面其实皮肤会呈现比较红色，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糜烂。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是，你看我们这是我早年在学的时候才知道，阿伯啊，会来跟你讲，我头上好多头皮屑这样，就你一看没有，它完全没有发炎，它就是头皮干干的，然后有一些白白的屑跑出来，或者有一些吹疹染烫的人，他受伤了，看起来很像脂漏性皮肤炎，可是他的情况就慢慢的收敛，然后就变成粉红色，然后有一点小小的屑哈。也就是说，头皮屑的区分其实很简单，大片或者细碎状的，这两个是不一样。那既然它原因不一样，它的治疗当然就不一样。在医疗上，你要有正确诊断才能有正确的治疗啊。我们刚刚讲说它有两种不同的来源，那肉眼里头你可以怎么区分？大概就是一个发炎的比较厉害，一个不太发炎，就是干干的这样。可是我们在肌肤监测里面可以给各位提出一个更有力的证明哈。你用皮肤镜，一个皮肤镜50倍的放大镜去看，如果它是脂漏性皮肤炎，你会在皮下看到它的血管发炎有时候是出现点状的出血，有时候出现血管的增生现象，那要看它的类固醇的使用的状况，它的免疫抑制剂使用的状况如果它用的越久，它的血管的狰狞现象越明显。可是在皮肤受损的这边，你就会看到它的皮肤，你拍下去就是看到它的皮肤就是干干的，像石膏的地面这样而已所以在正确诊断这部分，其实肌肤监测还是可以帮各位很大的忙这个部分基本上它跟肉眼搭配下来，你就很容易把头皮屑的两种成因很清楚的分开来的。那经过了肉眼跟皮肤镜的正确诊断之后，治疗就变得简单了。比如说是脂漏性皮肤炎假设你不相信我 ，OK 了，没有人会得到所有的相信，那你就用传统的类固醇、传统的免疫抑制剂或者抗头皮屑洗发精，反正你知道那边是头皮在发炎嘛，然后你需要一些抑制皮细胞菌的东西。那如果是这边你的那个皮屑的部分蛮多，然后皮肤整个干干的，那就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你不可以再用洗发精，因为你的皮肤其实已经过度干燥、过度清洁了，所以如果你再用洗发精，问题会更大。这也回说到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题目，就为什么你需要正确诊断？因为你正确诊断以后，你才不会自私愈粉。在发炎那边，你需要去抵抗发炎，可是在这边你反而要补充一点油脂，因为实在太干了，还有不要把它洗掉。因此，脂漏性皮肤炎造成的头皮屑或者你面对头皮屑的时候，我们给一个最终的结论嘛如果你能诊断它是脂漏性皮肤炎，你可以照我的方式就我们之前讲过的，你可以让它恢复皮脂膜，然后你也可以不照我的方式，你可以用类固醇、用免疫抑制剂，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如果它不是脂漏性皮肤炎，它只是干燥性或者甚至晒伤以后的头皮脱屑，请你好好的保护皮肤。你只有一条路走，不是类固醇，你只有一条路，就是恢复它的酸性保护膜。你只能照我的方法让皮肤休息，让它恢复酸性保护膜，这样你的皮肤就会变得正常的健康，然后你的头皮屑就不会再出来了。谢谢。